去哪儿了？孩子，把孩子还给我！我一想到你这样的下贱胚子，顶着和我一样的脸，还上了侯爷的床，我就恨不得你死！夫人，之前是你以奴婢家人性命逼迫奴婢和侯爷圆房，现在你已经得到了侯爷宠爱，求你放过奴婢和家人。放了你的家人？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。我娘她怎么了？当然是被我除掉了。答应你的事情我都做到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杀了他们？要不是我在嫁给侯爷之前流产过伤了身子，你这样的贱婢怎么有机会爬上侯爷的床？办怀孕办了10个月，在外人看来，这孩子就是我生的。至于你，就下去陪你短命的人。张嬷嬷，处理得干净些。是。哼。宋书月，你出尔反尔，不得好死！我变成厉鬼，我也不会放过你！真灵霜，你这个贱人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不是被张嬷嬷杀死了吗？你的出身不错，况且我看你这个模样和我有几分相似。2日后，你就办成我和王爷圆房，否则我要你全家的命！难道我重生了？还重生回到了宋书玉出嫁前，她因为苟合外男朱太案件，刚刚流产伤了身子，逼我替她和侯爷圆房的时候，我原是官家小姐，只因爹爹被约入狱，我一家老小才没入奴籍，成了国公府的奴仆。宋书玉要我死，我只能任其宰割，但这一世我一定要坐上高位，如此才能保全身家性命。谢夫人抬举，奴婢遵旨。你倒是比我想象的要识相，做得好，我自会有赏。上一世，我正是轻信了他的鬼话，才遭灭门夺子。这一世，我要把侯爷的宠爱抢过来。宋书玉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，血债血偿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侯爷马上就要来了，赶紧给我坐好了，别耍什么小心思，你全家的性命可都在夫人手上。是。哼！
上一世，每次我侍寝时，宋书玉都会点上迷情香。侯爷根本不知道和他在一起的人是我。这一世，我必须想办法让侯爷认出我。侯爷最爱兰花，上一世宋书玉也是以此争宠。这次，我要抢在他前面。侯爷，妾身为您更衣吧。夫人格外主动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侯爷才气名震京城，妾身一直都很仰慕你。花的香气。是，芝兰生于深谷，不以无人而不芳。妾身最喜兰花，这也是我去世的母亲最喜欢的花。我娘是花匠，最善侍弄花草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兰花，服饰深度优雅，后调最为勾人。这枚清香管用吗？我怎么仿佛听着里面还有说话声？这枚清香是西域进贡的，灵验无比。侯爷肯定记不住真灵霜那个贱蹄子。若是您不放心，明天我就再加大用量。宋书玉，我会借助侯爷的力量，一点一点地夺走你所在乎的一切。他一定是一早就去给祖母请安了。淑玉昨夜劳累还如此勤劳，当真是个温柔贤惠的妻子。来人，更衣，我要去看望祖母。这贱婢居然这么受侯爷的宠爱！昨晚的事，侯爷没发现吧？昨晚侯爷虽然宠爱了我，但完全把我当成了夫人。叫的一直是您的闺名。既如此，我最近身子不便侍奉侯爷，你就继续扮成我侍奉侯爷吧。来日若是有了一男半女，我便考虑抬你做个通房。多谢夫人抬举，但奴婢万万不敢肖想。奴婢就是您的牛马，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不好，是侯爷从老夫人那里回来了。快，把他带出去，不能让侯爷看见。快点再带去内室。宋书玉，你惊慌失措的模样可真好看。今后我一定会让你脸上天天都出现这种表情。
侯爷回来了。哎，我刚从祖母那儿回来，你一早便去请安了。他老人家对你喜欢的不得了。这是妾身应该做的。奇怪，我身上不过沾染了一点夫人身上的兰花香，便久散不去，为何现在她身上变成了茉莉香？侯爷，怎么了？好，没什么。夫人，你身上的茉莉香很好闻。多谢侯爷夸赞。茉莉清新淡雅，妾身一直用茉莉香熏衣服。昨夜还说自己最喜欢兰花香，怎么今天又说一直用茉莉熏香？罢了，今晚再确认一下。我还有些公务要处理，晚上再来陪你。是。今晚居然还要过来，看来侯爷对甄凌霜那个贱人很是满意。反正在侯爷眼里，做完事情的人是您，那个小贱蹄子得意不了多久。待她怀有身孕，我会再去美留子。反正一切都是不知过不觉。对，今晚那个贱人侍寝前，你叫刘姨女煮一碗助孕的汤药过去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就把她剁碎了喂狗。像她这样下贱的人，也配跟我共享一个男人？夫人吩咐你侍寝前把这碗坐胎药喝。如今我孤身一人，想破除绝非易事，要先拉拢一个有本事的同伴才是。刘姐姐医术高明，心怀人心，为何要帮夫人做这种欺上瞒下之事？我妹妹在京中失踪许久，我需要借国公府的力量助我寻亲。夫人她只是想要一个孩子顾宠，待你生下孩子后，她便会找个机会谈你做通房。夫人是这样跟你说的。刘姐姐，你不会信了吧？你可知你妹妹的死正与夫人有关？什么？人儿死了？我不信！说，你是怎么知道柔儿死的？我是来找刘姨女的，请问她的屋在哪？啊，刘姨女是随侍主子的，她屋在前院，往前面穿过去就是了。哪来的不长眼的狗奴才？小女是来找姐姐的，不小心冲撞了贵人，还请贵人饶命。她好像是刘姨女的妹妹。我管她是谁，既然这么不长眼睛，干脆弯曲双眼，伸到后院的井里。来人！我一直都想找机会告诉你，可夫人一向心狠手辣，我全家人的性命都在她手里，我实在害怕。这是我送给柔儿的宋书玉，我竟然不与你善罢甘休！姐姐，你可以帮我吗？我实在是不想被利用。你现在不能怀孕，否则宋书玉绝不会放过你。我会将这做胎药的配方替换成普通的补药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打倒宋书玉，帮我妹妹报仇。多谢姐姐，我愿助姐姐一臂之力。宋书玉，这一世我会拉拢所有被你伤害的人，你会被这滔天仇恨啃得骨头都不剩。
奇怪，明明脸长得一样，但为什么身上的香气和给人的感觉如此不同？侯爷，你怎么了？捏疼妾身了？抱歉，只是夫人给我的感觉和白天有些许不同。那侯爷是喜欢白天的我，还是晚上的我？自然更喜欢现在的你。对了，今天白天见你时，你说你一直用茉莉熏香，晚上却又换成了兰花香。宋淑玉一向小心，也许外面有她的人正在偷听。母亲曾教导妾身，茉莉清幽淡雅，更适合主母身份，但妾身其实更喜欢兰花。得知侯爷也喜欢，所以侍寝前特意换了熏香。原来是这样。熏香虽可换，但不过一白天的功夫，它给我的感觉怎么完全不一样呢？夫人，你身上的茉莉香很好闻。原来今早侯爷是在试探我。镇灵霜那个小贱人，真的给掩饰过去了。是，不对啊，今晚的催情香，老奴可是放了双倍的量，为何他们还能如此聊天？夫人，此事必有蹊跷。你是说那个小贱人动歪心思了？夫人，咱们不得不防。看来这个小贱人是留不住。去把刘一女叫来。是。奴婢在。明日一早，你去给甄灵霜送一碗毒药，就说是本夫人给她的补药。奴婢斗胆直言，甄灵霜乃百年难见的异孕体质，而且极易怀男胎，对夫人您来说是一极大的助力。可她万一被侯爷发现了怎么办？若是宋淑玉怀疑，你便这样说。若夫人怕被侯爷发现，不如让她白天出门都戴上面纱，而我则每天给她调配助孕药膳，也可以盯着她，以便随时禀报夫人。明天天亮之前，你亲自把那贱婢带出来。是。谁胆敢擅闯本侯爷寝殿？惊扰了侯爷是老奴的不对。今日是15，夫人吩咐5更天叫他起床梳洗，好去给老夫人请安。等下我自会和夫人去给老祖母请安，你先退下。宋淑玉，这回也轮到你尝尝恐慌的滋味了。今天侯爷和我要去给老夫人请安，甄灵霜的小贱人怎么还不滚回来？好疼！大胆刁奴，敢对夫人动手！张嬷嬷，就先从你下手吧。侯爷饶命！老奴不是故意的，老奴只想听夫人吩咐，叫醒夫人。还敢狡辩，如此以下犯上，就算杀了也不为过。求夫人饶恕，老奴知错了。现在还不是跟宋淑玉撕破脸的时候，我的家人还在她手上。侯爷，张嬷嬷跟了我这么久，这次就饶了她吧。夫人，正是因为你宅心仁厚，此等刁奴才敢如此嚣张。侯爷，张嬷嬷好歹是我的陪嫁，就罚她30大棍，再罚去佛堂跪上一跪，好不好？
好吧，就听夫人的。看在夫人的面子上，我姑且饶他一次。还不快去认罪！是。侯爷，侯爷，妾身要去梳洗打扮一番，免得失了礼数。你若是想我，待会儿去偏殿找我好吗？他倒是很懂得体恤下人。好你个贱人！是不是你故意使坏才让张嬷嬷受罚？万一出了岔子，小心你全家性命！回禀夫人，昨夜实在是折腾太累，所以才睡过头了。也不知耻的下贱胚子！说，昨晚侯爷要了你几次？侯爷宠爱夫人，昨夜要了奴婢3、4次。夫人息怒，饶了奴婢吧。侯爷到！糟了，侯爷怎么突然来了？把面纱戴上，蒙住你的脸。怎么一大清早的就听见又是打人又是骂人的？他是？为什么他看我的眼神好生熟悉？他是谁？为何要蒙着脸？她也是夫人的陪嫁丫鬟，因在大火中毁了容，所以蒙面。夫人觉得她可怜，便好心留在身边。对，方才是你挨打了？都怪这奴婢笨手笨脚，方才给妾身梳头时弄疼了妾身，妾身不过打骂了他几下，他反而矫情起来，着实可恶。他到底怎么回事？此等霸蛮，动不动就打骂下人，和方才的温婉体恤简直判若两人。侯爷，差不多该去给祖母请安了，我们走吧。这双眼睛越看越熟悉，不对，我一定在哪儿见过。早晨那个蒙面的丫鬟怎么不见了？我嫌他手脚粗笨，怕冲撞到侯爷，就让他去忙别的了。哦，侯爷，怎么突然问起他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他有些可怜。区区一个奴婢，犯了错就要挨罚，侯爷不必放在心上。老夫人吃斋念佛惯了，整个平阳侯府一向宽厚待下，还请夫人谨记。是。真奇怪，晚上的夫人俏皮可爱，又不失温柔宽厚，怎的白天的她一下子变得既刁蛮又无趣？我有些事情要处理，你自己慢慢吃吧。贱人蒙着脸都能勾住侯爷，看来
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。真灵双藤，把他给我带来！居然敢反抗我！回禀夫人，今早侯爷走的时候可是说过的，今晚还要再来留夏院过夜。若是打伤了奴婢的脸，该如何向侯爷交代？贱人！本夫人乃侯府主母，想要奴命，没人敢说半个不字。侯爷也无权干涉。夫人好大的口气！如果我非要干涉呢？贱人，你若还想要家人性命，就别出声。多谢侯爷。那丫鬟做错了什么？你非要如此待她？为今之计，只能先把我自己摘出去。侯爷有所不知，要惩戒丫鬟的并不是我，而是张嬷嬷。那丫鬟方才碰到了张嬷嬷的伤处，这才惹恼。大胆刁奴，你敢对夫人动手？那个老刁奴确实放肆，在我面前都敢对夫人不敬，难怪夫人弹压不住。岂有此理！他一个当奴婢的，居然敢在主子面前放！您方才说平阳侯府一向宽厚待下，妾身记住了。张嬷嬷挨了板子还要当差，身子难免熬不住，还请侯爷看在她年事已高的份上，饶她一次吧。既然这样，这次就算了。若再有下次，我绝不放过。多谢侯爷。那今晚妾身等着您一起用膳。给我盯着那个张嬷嬷，看她到底在搞什么古怪。是。她身上的味道好生熟悉。夫人可被烫到了？无妨，妾身刚好去沐浴更衣，还请侯爷去寝殿等一等妾身。那夫人可要快些过来。这是刘医女刚煎好的催孕汤，赶紧趁热喝了。你现在还不能有孕，否则宋淑玉绝不会放过你。你放心，我会将这催孕汤的药方替换成普通的补药。待会儿进去后，好生释放，记住，多余的一个字也不许说。是，奴婢都明白。救我！等我夺走孩子，非撕烂你这个冒牌货的皮不可！这一次，我绝不会碎了你的愿。站稳脚跟之前，我不会犹豫，更不会给你任何机会抢走孩子。
夫人好像真叫我后的。夫人口中怎么这么苦？抱歉，妾身身上的药味冲撞侯爷了。无妨。夫人身体可有不适？没有，妾身用的是催孕药。张嬷嬷说妾身身子弱，恐怕难以有孕，便让我每晚侍寝前都要喝下一大碗催孕汤。又是这个刁奴，难道他不知道强行催孕格外伤身吗？张嬷嬷深得妾身母亲信任，她的意思兴许就是妾身母亲的意思。他们都是为了我好，妾身也想早日自己怀上侯爷的骨肉。张嬷嬷那个老刁奴，仗着资历欺压主子，我断断容不得他。夫人如此心性，当真叫我又爱又怜。明日中秋庙会，侯爷可否陪我去街上逛逛？好啊，我会早些回来接你。真的？侯爷真的愿意陪我去庙会？我确实该与侯爷多亲近亲近，好培养夫妻感情。我一直以为侯爷公务繁忙，不愿花时间在这些事上，没想到你这贱婢还有些本事。侯爷看重夫人，奴婢不敢居功。知道就好。今晚我亲自陪侯爷出游，你给我乖乖在府里待着。是。哼。宋淑玉，我猜你今晚肯定不会如愿。夫人怎么亲自在门口迎接？妾身第一次和侯爷出游，因此开心得很。马车就在门外，我们走吧。你不用跟着。夫人身边需要人伺候，老奴那就换个人。为什么每次看到他的眼睛，那眼神都让我感觉格外熟悉？你以后就跟着夫人伺候吧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甄凌霜。这个不错，侯爷，你闻闻看香不香？不错，很好哦。老板，这多少钱？今日可是中秋花灯庙会，要想买我这香囊，要先猜出我的花灯上的谜面才行。不过就是猜谜而已，这有何难？你出题便是。姑娘，看这边。这似乎是说的某种植物。就是姑娘手中的香囊呀，姑娘莫非不知？我又不是侍弄花草的奴婢，怎知这些花儿草的？这是兰花的味道，谜底是兰花，对不对？姑娘聪慧，答对了。只是这香囊已经掉在地上，若姑娘不嫌弃的话，就送给你了，总好过卖给一些不识货的人。你阳关是谁呢？知不知道本夫人什么身份？你可是京城天子脚下，凭你是什么身份，也要讲道理吧？先是乱扔我的香囊，又砸了我的头，你简直就是个泼妇！大胆刁民，你敢辱骂本夫人！夫君，这个贱民如此不知好歹，就应该送到官府好好惩罚。够了，在你眼里，身份就是拿来耀武扬威、欺压百姓不成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难道之前的乖巧懂事都是装出来的？妾身没有那个意思。夫人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走吧。谢谢你的香囊，我代我家夫人谢过您了。您慢走，告辞。你个贱婢，谁叫你多管闲事了？对了，你和你娘以前在国公府是打理花草的奴婢，怪不得知道谜底，算不得什么本事。不过你不配。奴婢错了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夫君为何这样看着妾身呢？因为我突然发现这丫鬟的眉眼和夫人竟有几分相像。夫君真会说笑，许是这丫头跟在妾身身边久了，所以跟妾身有了几分相像，还不赶紧起来，装可怜给谁看啊？这香囊是你自己赢来的，若是喜欢，便拿去吧。谢侯爷。够了，嚣张跋扈，还跟自己的丫鬟抢东西，有没有做主母的样子？若是传出去，我平阳侯府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宗庆，侯爷，传我的命令，夫人言行无状，需在流霞院好好禁闭反省，无事不得出。是。夫君，妾身知道错了，夫君，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。夫君，等等妾身。我的复仇才刚刚开始，宋淑玉，好好期待下地狱的滋味吧。侯爷，您怎么了？我让他禁足，是不是过于太严厉了？侯爷还是挺疼夫人的，但这次夫人的表现确实有些失态。你也发现了，他给人的感觉很奇怪，像是有两副面孔。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？侯爷，都说女人的心最是善变。的确。哎，不过倒是他身边那个丫鬟，总是给我一种很平静又很熟悉的感觉。她的眼睛和夫人很是相似，但眼神和性格却截然不同。哦，对了，我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？张嬷嬷平时确实时常欺压家丁，而且她还将咱府中的东西偷偷拿出去变卖。好大的胆！从现在起，给我好好留意流霞院的动静。是。小贱人，你是怎么伺候的？居然连累夫人被禁足！侯爷已经起了疑心，不如悄悄打发了这个小贱人算了。罢了，让你替我侍奉侯爷确实不妥。如今我已被禁足，若此时再被撞破，恐怕你会有性命之忧。不如我先把你送到乡下别院，小住几日，避一避风头。等这一切风平浪静之后，到时候再接你回国公府，和你娘团聚。只要出了平阳侯府的门，我就立刻让你身受异处。什么乡下别院？我看你就是害怕败了，想提前杀我灭口。奴婢多谢夫人成全。这个小贱人，她有什么秘密？赵嬷嬷，去把刘一女叫过来，就说本夫人身子不适，想必侯爷的人不会拦着。是。哼，夫人，刚才不是还说送奴婢去乡下别院，然后让我跟母亲团聚的吗？刚才是刚才，现在
本夫人改变主意了。夫人，奴婢只想离开，求夫人说话算数。奴婢日夜思念母亲，肝肠寸断啊！夫人，求你放了奴婢吧。竟然倒是真的想离开，看来他并没有胆子真诰议侯爷。夫人万安，给他瞧瞧，看看你这一碗又一碗的催孕药灌下去，是不是有结果？恭喜夫人，甄姑娘确实有身孕了。甄宁说：“你这下贱胚子，不过成婚几次就有了，你生下孩子，我非要把你抽尽八皮，好好泄愤。”夫人，奴婢都是有身子的人，别动不动就跪着。太相可还稳妥，太相并不稳固，需要好好养护。那就把他带下去，好生照料着，给他调配一些进补的好药。对外就说是本夫人要用的。是，走吧。谢夫人照料，奴婢先告退了。夫人，你该高兴才是啊！咱们的指望这不就来了吗？你叫我怎么高兴？那个不要脸的小贱人怀孕，我却被禁足了。真是双人小贱人，不是最会装可怜后人吗？正好借他的手，把侯爷哄回来。说的有道理，反正她现在怀孕不能侍寝，我要赶紧和侯爷培养感情。等我和侯爷有了夫妻之实，孩子也瓜熟蒂了，他就彻底没用。好姐姐，准备好了吗？好戏就要上演了。夫人，您找我？都怪上次带你出去，惹得侯爷不悦才将我禁足。你快想个法子，让我和侯爷重修于好，不然我唯你是问。别以为吹块肉就金贵了，整这下贱胚子的法子嬷嬷我多的是，保准能让你生不如死。夫人息怒，奴婢有法子，定能吸引侯爷前来。算你机灵。行，就这么办吧。老夫人大寿在即，侯爷至孝，以祝寿名义燃放烟火，引侯爷前来，既能解夫人禁足之困，又能博老夫人欢心，一举两得。这烟花费了好大劲才弄到手，若不成功，你给我等着。李夫人，侯爷来咱们院里了。侯爷竟真的来了，快将他给我带走，关进偏院的柴房里。是，走。哼，宋淑玉，等着瞧吧，你开心不了多久了。夫人，您这是何必呢？
您日日斋戒沐浴，身子本身就虚脱了，还要硬撑着身子给老夫人跳1个时辰的起伏舞，您身体受不住啊！马上就是祖母的60大寿，这都是我应当做的。侯爷，侯爷怕是再也不想见到你。真的是侯爷。夫君，真的是你？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你真的来看我吗？走水啊！快去救啊！侯爷，偏远走水了。糟了，一定是刚才的烟花引发火灾。镇灵霜那个小贱人就在偏远，我现在万事求稳，绝不能再让侯爷看见他屠身事端。侯爷，火势凶猛，您千万不能过去，偏远无人居住，荒废许久，烧了就烧了。今夜风大，火借风势，顷刻就能蔓延整个侯府，我岂能坐视不管？冬青，调集精壮家丁，全力救火，务必不得惊扰老夫人。属下遵命。侯爷三思啊！不过是几个下贱奴才的性命，伤了残了，那都是他们的命数。您万金之躯，岂能涉险？在你眼里，我的命就是命，其他人的命就如同草芥。我本以为让你禁足便能知错悔改，谁能想到你恶毒至极，毫无人性。侯爷，妾身这都是为了你着想。你以为斋戒几日，跳一跳舞就能得到上天的庇佑？上天只会庇佑善良之人。夫君，夫君！哎呀，夫人，你没事吧？不能让他过去。夫人放心，刚才奴婢已经命人把他锁死在偏房里，这会儿恐怕已经手交了。快救火！救我了！那边，快点！可有伤亡？侯爷别担心，好在刘霞院的偏远一直无人居住，想来也不会有伤亡。有人！侯爷，唯独这门被锁死了。啊！走劈开，救人！是。是你！把府医叫过来，给受伤的人医治。是。这是哪个房里的丫鬟？为什么被锁在围房里？侯爷，这丫头没气儿了。那个小贱人死了，就是可惜了她肚子里的种。夫人放心，囊生的女人有的是。今天我们先搪塞过去，以后的事情我们再慢慢解决。夫君，还好你没事，妾身急得心跳都要停了。你来的正好。我问你，这丫鬟为什么锁在无人居住的围房里，白白搭上一条性命？这丫鬟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回禀侯爷，这丫鬟生性淫乱，与小厮私通，所以老奴才把她关在这里审问。没想到遇到了这场意外，切勿怪罪夫人，夫人生性心软，老奴并未禀告夫人。哼，反正已经是死无对证，我想怎么说都可以。侯爷，是不是呛到了？咱们赶紧回殿，让府医瞧瞧吧。侯爷，府医既然已经到了，赶快给瞧瞧。是。侯爷，这位姑娘只是被浓烟呛晕了，暂无性命之忧。这双眼睛怎会如此似曾相识？奴婢
见过侯爷。这声音，你是真灵霜？侯爷，记得奴婢。这贱婢的命真硬，这么大的火居然都烧不死她，只是呛晕了。可恶，老天怎么不烧死这个贱婢？为何被锁在这无人居住的围房里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开口。夫人，我把真灵霜这个小贱蹄子带下去，你找个幽道把侯爷请走。回禀侯爷，正如老奴刚才所说，这下贱丫头与小厮鬼混，所以老奴把她关在这里，略加惩戒。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？疼惜你家人的命。是，奴婢犯了错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此等败坏门风的奴婢，便不能再留在府中。那就按照规矩惩治，先打50大板，然后撵出府去。是，走。宋淑玉，还有你的走狗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。是血，侯爷，他流了好多血。怎么回事？难道他还受了私刑拷打？侯爷，这症状，这出血量，绝不是外伤所致，倒像是夫人小产血崩之兆啊！什么小产？好啊，你果然是个恬不知耻的贱婢，居然和府中的野男人有勾当，还怀了孽种！张嬷嬷，快把这个污秽的东西拖出去，以免脏了侯爷的眼。站住！把府里最精通妇科的供奉请来。遵命。这下糟了，侯爷起疑心了。若是露了馅儿，弄起起来，竟然是我的心腹医女，这下这贱婢准定了。回侯爷，这位姑娘确实怀有身孕，若现在立即急救，应该还来得及。她究竟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不必了，这贱婢怀的是个孽种，如此恬不知耻，死了也是活该。起来！真灵霜有身孕，事情难完。是，本侯定要你亲口说出真相。去碧桐书院留医女和府医随侍，本侯要亲自问话。是。侯爷果然起疑，特意指派我和另一位府医一同诊治，分明是在试探我是否偏帮宋淑玉。你的判断一点没错。现在侯爷亲眼所见那毒妇的嘴里，他再难翻身，现在宋淑玉再也不敢害你了。真不知道等侯爷知道真相后，会如何处置宋淑玉。侯爷到！禀侯爷，经过针灸和服药，
甄小姐的血已经止住了，想来已无大碍。他的脸根本没有毁容，而且他和宋淑玉竟然长得如此相像。好一个李代桃僵！既然已经没事了，那就给本侯说清楚，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高恒应该早有察觉，只是不知道他知道了多少。何晏，奴婢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你就说，和本侯同榻之人是你，对不对？禀侯爷，夫人身子不好，生怕事情不周，而且奴婢跟她长得有几分相似，所以才让奴婢去释放您的。奴婢只是奉命行事，并不是有意欺瞒侯爷。果然，一直以来都是他。她一个弱智婢女，主母之命，岂敢不走？那你的身孕又如何解释？难道你真的和其他男人？奴婢对天发誓，奴婢只有侯爷一人。其实，奴婢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奴婢有了身孕，夫人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你不知道，本侯知道。他是怕东窗事发，怕失去他主母尊荣，所以迫不及待要杀人灭口。宋淑玉啊，宋淑玉，你竟将本侯玩弄至此！宋淑玉，你的狐狸尾巴终于被侯爷亲手揪住，等着吧，我要借他之手，让你尝尝从云端跌入地狱的滋味。禀侯爷，夫人来了，此刻在外求见。让他在前厅等着，本侯正要见他。是。给夫君请安。夫人也坐吧。夫君，妾身此次前来是为了甄凌霜的丫头过来的，不知她现在醒了没有？若她……哦，看来夫人和本侯真是心有灵犀。本侯刚刚已经问过她话了。请婢已经醒了。她都说了什么？该说的，不该说的，都说了。夫人，本侯爷就问你一句：这些日子和本侯同榻共寝的，到底是夫人你，还是甄凌霜？回夫君的话，陪伴您的是甄凌霜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当务之急是先把我自己摘出去。夫君，妾身今日正是为此事而来。妾身身子一向孱弱，更有落红之症未愈，实在是不便侍寝，所以妾身就想着从身边的侍女中挑选一二，侍奉侯爷。既然侯爷喜欢，不妨给他一个名分，纳她为通房丫头吧。好啊，既然夫人如此大度，那我就承了夫人这番好意，纳了甄凌霜。然后我们再来说说，夫人如何试图送我，并将这甄凌霜锁在围房，杀人灭口的。宋淑玉，坏事做尽，我看你这次如何脱身。求侯爷明察，妾身对此事毫不知情，这一切都是张嬷嬷自作主张做下的。夫人，您说什么呢？老奴可是……
老奴，是你。宋淑玉为了保全自己，居然用从小照顾自己长大的奶娘顶罪。宋淑玉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中的更狠毒，更龌龊。小贱蹄子，你若还想要全家人的性命，就别出声。张嬷嬷，你自己的儿孙也都在国公府当差，之前用来威胁我的话，这次你自己好好受着。是，你的确是陪我长大的奶娘，可你如此欺上瞒下，这次我也保不了你了。侯爷，看在你我夫妻一场的份上，给嬷嬷一条活路吧。这一切你当真不知道？侯爷，臣妾乃国公府嫡女，出身高贵，怎会知晓这些下作手段？快认错！我出了事，你的全家老小都要陪葬。都是老奴的想法。夫人自小身子虚弱，太医说她口难有孕，老奴便想出了这个法子，只为让夫人在侯府立足。千错万错，都是老奴的错呀！嬷嬷，你糊涂啊！你要是真杀了甄姑娘，那岂不是等于杀了侯爷的孩子？看来凌霜的腹中骨肉真的是我的，这老刁奴差点烧死我的孩子。那火不是我放的，那真是意外呀，侯爷，我没想要他的命，求你明鉴。侯爷，老刁奴，你真以为你做了这些本侯不知道？平日里嚣张跋扈也就算了，私下里你偷偷将本侯的东西倒卖，去接济你那个不成器的儿子，如今竟连本侯的人也敢动啊！夫人，救救老奴！看在老奴一心为您的份上，救救老奴吧！宋淑玉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留你的性命，帮你求情不过是演戏罢了。如今知道你犯了这些事，怕是巴不得跟你撇清关系。来人，把老刁奴给我押下去，送大理寺受审。死了也好，死了也好，这下我过去的秘密就没人知道。地上凉，夫人起来吧。此事既然与你无关，本侯重新另挑好的奴婢伺候你。折腾一天，夫人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是，谢夫君。还好他没有回到我头上，这次真是便宜的甄离霜那个小贱人。甄离霜，你给我等着！虽然国公府没有实权，但至少也是京城的门阀世家。我还是先不打草惊蛇了。我的好夫人，我倒要看看名门贵女，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本侯我不知道的？你胆子也太大，竟然以身入局，万一大火真的烧到你怎么办？我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宋淑玉已经打算对我下杀手，不如就用这条命来搏一搏。只可惜，你以命相搏，也只不过是折了一个张嬷嬷。侯爷果然还是忌惮她国公府嫡女的身份。这事儿也怪不得他，这门亲事是皇上御赐的。宋淑玉又用张嬷嬷家人性命要挟逼迫他点罪，侯爷没有证据，确实难以证明。不过此番倒也算有个好消息，侯爷已经通知全府，谈你做通法，暂住碧桐书院旁的关心小筑。这下宋淑玉再也不能肆无忌惮的害你了。好，有了这个身份，我倒是可以跟宋淑玉好好斗一斗。他后面一定还有更大的肮脏手段等着我。我们要想让他身败名裂，必须抓住他更大的错处。侯爷，甄小姐今日的药已经服下。
你是这里最精通妇科之术之，今后双儿的身子就由你照顾。是，那臣女先退下了。侯爷，谢谢侯爷的救命之恩，奴婢感激涕零。这是兰花的香气。芝兰生于深谷，不以无人而不芳。妾身最喜兰花。这是兰花的味道，谜底是兰花，对不对？都是本侯的人了，怎么还自称奴婢？你身子没好全，无需多礼。这才是我真正疼惜的女子。细细回想起来，其实她早就暗示过我，是我自己没认出她来。没想到如此相似的脸庞，性格却如此大相径庭。双儿，你受苦了，是本侯不好，今后本侯一定不会让你受罪。双儿，知道是你之后，我很开心。侯爷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也是我的第一个孩子。待你平安生下之后，我会禀明祖母，让她抬你做妾室。总之，我一定会对你好。多谢侯爷垂爱。好了，你身子虚弱，等你身子好些了，记得去给祖母请安。是。看他的眼神，对我是真的爱惜，可是孩子却是假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必须从国公府救出家人，不然免不了还要受宋书月牵制。所以，我必须要往上爬。小贱人，不仅身份下贱，还是个有心计的狐妹子。之前我差点被你骗，别以为你是通房我就奈何不了你。今天老夫人在这，还有个大惊喜等着你。这就是恒儿新纳的通房。这冷眼瞧着，这丫头长得竟有几分像你。回祖母的话，凌霜跟着我久了，模样自然和我有些相似。看来侯爷是真喜欢你，连通房都纳了和你长得这么像。祖母莫要打趣妾身，妹妹们不还在这儿呢？这都是你管家有方的功劳。你找来伺候我的柳曼曼，我十分满意。想不到她年纪轻轻，医术却了得啊！我这老毛病都好的差不多了。哎，真是辛苦你了，一大早就亲自为我煎药。老祖宗您的药，我交给谁都不放心。看来这就是宋书玉的下一步棋了。小贱蹄子，你再得宠，我也是侯府的当家主母，身份高贵，有长家之权。至于宠爱，男人哪个是不爱新鲜的？花无百日红，找个人跟你争宠就是。老夫人满意就好。曼曼的父亲是京城名医刘勇，传闻柳大夫医者仁心，儿子是一代名医，没想到女儿医术也了得。我已经知会恒儿，纳你为侯府的妾室了。多谢老夫人抬举，妾身定当尽心竭力伺候好老夫人。瞧你这孩子，应该说会尽心伺候好侯爷。
这位妹妹便是侯爷新纳的通房吧？凌霜，见过柳姨娘。你就是罪臣真长远之女吧？听闻你父亲犯了罪，甄家一家老小被发配国公府为奴为婢。还好夫人善心，不嫌弃你的出身，竟还抬举你成了侯爷的通房。你可得好好感谢夫人啊！是，夫人对凌霜做的一切，凌霜都感恩戴德，永不敢忘。罢了，坐下吧。虽然尊卑有别，但你在我身边侍奉多年，如今需要一起伺候侯爷的，我心里自然把你当成半个妹妹看待。再过几日就是老祖宗的60大寿，届时府上会来很多贵客，你们要多多注意，切莫失了礼数。是，看我到时候怎么收拾你！宋淑玉此番招进侯府的女子，是京城名医柳家的小女儿。她父亲侍奉国公府2代，她也颇具医术。你要千万小心，别让她摸到你的脉，不然就露馅了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看来宋淑玉这一次想要借刀杀人，那么柳曼曼是把趁手的刀吗？柳氏颇得老夫人的欢心，已经指给侯爷为妾室。宋淑玉说，她饱读诗书，笔墨甚好，已经被指派给侯爷房中，负责日常起居了。柳曼曼和我无怨无仇，我本无意和她为敌，但她今日故意在老夫人面前提起我是罪臣之女的事，惹得老夫人对我心生不满。老夫人最讲究尊卑，极为看重出身，她一句话就能切中要害，可见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你一定要小心。还有，女子怀孕，最终都是要瓜熟蒂落的。你这假身孕瞒不了多久，哪怕宋淑玉不懂，你也绝瞒不过老夫人和柳曼曼。你一定要早做打算。多谢姐姐提醒。姐姐慢走。看来宋淑玉和柳曼曼交情匪浅，连我的身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我早就觉得我爹获罪十分蹊跷，没准他知道些什么。侯爷公务繁忙，实在是辛苦。只是这灯下看书实在是伤眼睛，妾身特地泡了枸杞菊花茶，益气明目，还请侯爷尝尝。你就是祖母说的京城名医柳家的女儿？是。柳家世代名医，柳老先生还曾是宫中御医，还曾服侍过先帝。有你照顾老夫人，我很放心。可是侯爷，夫人已经安排妾身做了您的妾室，老夫人也应允了。妾身既懂医术，也会伺候笔墨。夫人让妾身伺候侯爷日常起居。看来本侯这位夫人真是温柔贤惠，大度得很啊。侯爷辛苦，还是让妾身为您推拿穴位，松罚一下。
爹爹曾说，人体穴位中亦有隐穴，如曲骨等，关联肾气。若施以特定指法，则令人燥热难安，情动难抑。爹爹，你不屑名利，可女儿偏要登上这青云梯，让你好好看看，我比我那些兄弟姐妹要强上1000倍万倍。好了，本侯累了，你去休息吧。可是侯爷，妾身是您的妾室，今夜就让妾身伺候您。说了，本侯需要休息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可以退下了。原来高恒不吃这套，好，真明爽。看来我要换种法子对付你。混本，来日方长。哼！侯爷，你怎么？高恒这是怎么了？身上热得像着了火一样。我的身孕虽是假的，但还是要提醒他一下。侯爷，妾身怀有身孕，不方便侍妾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冲动了。侯爷，您脸红得厉害，额头和身上这么热，是不是感染了风寒啊？还是吃坏了什么东西？柳曼曼是她，好一个懂医术的妾室！看来我的好夫人果然心思不单纯。今夜风大，你早点休息，本侯过2日再来看你。侯爷，夜深路重，您身上又不爽利，不如今晚就住在这儿吧。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？妾身知道，只是妾身看侯爷的样子，不想放您去其他姐姐房中。侯爷不会怪妾身心胸狭隘吧？我自然不会怪你，只是我怕伤到你和我们的孩子。其实我问过刘姐姐，她说什么？她说妾身太向上吻，只要您温柔些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傻丫头，如果我打算去找别的女人，方才也不会忍不住来你这里了。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，这点自控力还是有的。你放心，今晚本侯就留下陪你，什么也不做。宋淑玉，难为你费尽心思，可惜终究是白忙一场。
贱人就是娇气，哪怕坏了声誉也不安分。让侯爷在那里留宿，即使什么都不做，也要陪着他。夫人可是真灵霜内贱婢，竟然能让侯爷在他这过夜。正是，我乃堂堂国公府千金，你祖父曾是太医院之首，也算是个名门闺秀。唯独那个真灵霜，不过是个家道中落的破落户，侯爷怎么就这么偏爱她呢？难道我们两个就只能任由贱人爬在头上吗？夫人莫急，明天就是老夫人60大寿的正日子了。妹妹自有办法，让那贱人当着所有贵客的面身败名裂，再无转圜的余地。便是侯爷，也别想保全他。请坐。听说侯爷凯旋当日，当今圣上特意赐婚，可见侯爷身慕皇恩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而且那侯府的夫人可是国公府的千金，身份尊贵，二人真是般配。是啊，就连那妾室柳氏的身份也不一般呢。她可是柳神医的后人，怪不得老夫人常把她带在身边呢。那你可知侯爷还有个通房？据说这个通房丫鬟赶在夫人之前怀了孕啊。又是一个爬床的奴婢。豪门贵族这样的事并不罕见。我可听说呀，这丫鬟是罪臣甄长远之女。甄长远入狱获罪之后，她就到国公府去做了奴婢，然后又随着夫人陪嫁到了侯。结果她不仅成了侯爷的通房，还抢在夫人前面有了身孕。那她岂不是背叛了夫人？岂止！我还听说她是个淫贱之人，仗着自己有点姿色，就和男的勾勾搭搭的。这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侯爷的，还未可知呢。妹妹所说的法子到底是什么？明天就是老夫人的寿宴，宾客来往，侯府定是人多眼杂。您不是说侯爷因为没有证据，所以不信真灵霜和奸夫有染？那我们就当着所有人的面，给那个贱婢安排一个奸丧。你是说，老夫人本就不喜他，加上他最重声誉，如此一来，无论是贱婢还是贱婢腹中子，就可以同时垂掉。奴婢不是有意的。罢了，去换身衣服再过来。是。老夫人，甄灵霜去了许久还没回来，不如我派人去看一下吧。一个通房而已，不必管他。今日的宴会，我本来都没打算让他参加，还是淑玉为他求情，我才同意他过来。没想到如此失礼。可是她怀了侯爷的孩子呢，妾身是担心。也好，还是你心细识大体，那你赶紧派人跟过去看看。不好了，奴婢刚才去了甄姨娘的观星小筑，可房门紧闭，奴婢敲了许久的门都没有人回应，奴婢不敢擅闯，特回来禀告。你说什么？这好端端的，怎么没人应门？老夫人，我看甄氏前2天脸色不好，不会是身体不适晕倒了吧？而且她怀孕月份尚小，胎象不稳，这该怎么办啊？哎呀，赶紧去看看。甄姨娘，甄姨娘，甄姨娘你在吗？甄姨娘，这是我给你的酬劳，别欠了我说的。
这宁霜当然不会回应，因为她现在已经衣衫褪尽，正和一个男人躺在床上。没有回应啊，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不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好，你最懂医术，快去看看我大孙子有没有事。好疼，我的胳膊，好疼啊！你个贱人，竟敢伤我！老夫人，你得为我做主啊！快找大夫来止血包扎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在侯府公然伤人！怎么回事？刚刚我进屋里，听到屋里有声音，我以为进贼了，就让彩霞拿了一块石头，结果屋里真的有男人。您还没进屋，怎知这屋里藏了男人？老夫人的寿辰，我本来是没有资格上桌的，但是宋淑玉特意跟老夫人求情，让我有机会参与宴请。你说，她怎么会这么好心？幸好彩霞会点拳脚。什么？侯爷竟然指派了个懂拳脚功夫的丫鬟伺候那个贱蹄子，这是在保护他。多谢你们的筹谋，我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演好这一场戏。这一招请君入瓮，还请你上。我好心来看你，你竟然出手伤我！你不知道行医者最重要的就是这双手了吗？姐姐这般突然闯进来，我还以为你跟她是同伙，所以才误伤了姐姐的。你，夫人，老夫人，你们可一定要为曼曼做主啊！看来平阳侯府的后院也不太平。是啊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堂堂侯府居然有贼人出没，这可真是。祖母，刘杰过来。老夫人的脉象是禀侯爷，夫人，老夫人是在激怒交加之下犯了心症，目前并没有特别好的法子，只能服些补药静心休养。至于柳侧氏的伤，只是皮外伤，并无大碍。这些日子一直都是你在服侍老夫人，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老夫人年纪大了，身体有气血两虚之症，先生已经在尽力调养。你怎么说？柳侧氏说的是，老人会随着年岁的增加，身体会越发的虚弱，所以只能静心将养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我陪一会儿老夫人。是。刘姐姐，你今天给老夫人请脉，可发现有什么异样？从脉象上看，老夫人的脉虚浮无力，确实是气血两虚的样子。老夫人也一直患有心疾，一直吃药保养着。怎么，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这一娘，老夫人醒了，是被柳夫人给救醒了。据说她带伤照顾了老夫人好几个时辰，又是扎针灸，又是喂药的，老夫人这才醒了。侯爷高兴得很，将御赐的金疮药给了她。这一下，柳姨娘又要得意了。这段时间一直都是你在服侍老夫人，你们都退下吧，我陪一会儿老夫人。是，我总觉得这个柳曼曼有问题。我相信我眼睛看到的不会是错的。他父亲是京中名医，医术远在我之上。这个柳曼曼医术也不会差的。你怀疑他？
我也不确定，我总觉得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方才老夫人的眼睛和嘴唇上都呈现出淡淡的青紫色，这可以说是心症发作的外在表现，也可以说是中毒。这不可能吧？他不是最得老夫人喜爱吗？而且还指望着老夫人替他撑腰呢，又怎么会下毒害他呢？也许他不是想毒害老夫人，而是想让老夫人离不开他，从而巩固自己在侯府的地位。刘姐姐，关于老夫人中毒的事情，你有几成把握？若是能拿到老夫人的药渣，能有7、8成把握。那便好，我一定要拿到那药渣。柳曼曼，高恒最重视的便是他的字，你竟敢如此胆大包天！只是不知道这是你自己的主意，还是宋淑玉指使的。彩霞，我记得我看过宾客名单，今天参加寿宴的宾客里，有一位是老夫人的旧相识，宫中的老医女，她可还在侯府？在的，在的。我方才还看见管家给他安排房间，说是老夫人特意安排的，要和他好好叙叙旧。那便好。依妮姐姐，我们一起过去，去抓柳曼曼的狐狸尾巴。好，多亏了曼曼照顾我这把老骨头，你这孩子辛苦了。恒儿，好好的带曼曼。你来干什么？听闻老夫人醒了，妾身特意来看望老夫人。你还有脸来？就是你把老夫人气晕的。妾身知错，但是妾身担心老夫人身体。对了，侯爷，老夫人的旧相识赵义女就在门外等候，说是想看看老夫人。快请进。赵义女啊，可是前朝的御医，你们2个肯定有得聊。给老夫人请安。快免礼。赵义女，说起来，我们快1年未见了。今日来给老夫人贺寿，您突然晕倒了，真是吓了我一跳。听说您醒了，我便赶紧来看看。老夫人，您年事已高，身体还是多加注意，不然我给您把脉吧。赵医女好，老夫人最近的身体一直都是我在调理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。不必了，如今老夫人就在眼前，我摸一摸脉就都知道了。您是客人，哪能劳动您啊？我只不过是想给老夫人请一把平安脉，你为何推三阻四？莫非老夫人的身体真的抑郁症？赵医女，你误会她了。她是京城名医柳大夫的女儿，平时把我照顾得很好。莫非这赵医女是方特意请来的？赵医女医术高明，她老人家现在很难再出手。既然人家心疼你，何不让人家瞧瞧孙二哥也安心了？也好，那有劳赵医女了。如何呀？方才你说老夫人的身体都是你在照顾。是。那你不会不知道，老夫人是因为毒气攻心才晕倒的。许是我医术不精，没有诊断出来。你是名医柳大夫的传人，这么简单的脉象，你会诊断不出？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侯爷，妾身一直尽心尽力伺候老夫人，您都是看在眼里的呀。妾身真的不知啊。侯爷切勿冲动，只需将老夫人的药渣拿来，老身一看便知。老夫人刚刚服过药，想来那药渣应该还在，立刻去取。
完了，看来柳曼曼这颗棋子也不中用了。这赵依女和甄凝霜同时过来的，是巧合还是……回侯爷，回老夫人，这药渣的确有问题。这其中一味药，表面上看能缓解老夫人的症状，但实则和其他成分相克，每日一服犹如饮鸩止渴，是慢性毒药啊！时间长了，老夫人便再也离不开下毒池。侯爷，妾身知错，妾身这么做也是为了让侯爷你多看看我呀！大胆借此扔到夫人头上去，你有几条命，敢谋害夫人，给我拖下去，交给大理寺受审。侯爷，她好歹是您的妾室，又是柳大夫的女儿。柳大夫悬壶济世，菩萨心肠，妾身认为她不至于如此。妾身觉得此事还应仔细审问。也好，那就将柳氏严加看管，待一切结果水落石出，再做处理。赵医女，请问我祖母的毒？赵医女，请问我祖母的毒？无妨，我会给老夫人用药调理，不出半年便可痊愈。如此便好，那我们就先行告退，不打扰您和老夫人叙旧了。多亏有赵医女在，老夫人没事就好。您先歇着，妾身的告退了。妾身告退。老夫人，您真是遇到一个心细如发的好媳妇儿啊！你是说侯府夫人？我是说，刚才请我来的那位，她是侯府的侧室。哦，真是啊，她身份不高，目前还只是个通房。那孩子一听说您醒了，便跪着求我说担心您的身子，让我赶紧来看看。老夫人，出身虽然重要，但远远比不上这孩子的孝心啊！唉，是啊。该死的甄叔，非要向侯爷进人，把柳妈妈留在侯府。万一他说了不该说的，牵扯到这糟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想办法料理了他。柳妈妈，你可别怪我心狠，要不就怪你自己闯。秋桂，在，你去帮我办一件事。你方才真看到秋桂带着东西来了？千真万确。糟了，他中毒了。不对，不是糕点，是这杏脂，是这杏脂有毒。夫人，您让我做的事情我做成了。信纸上的毒无色无味，可以挥发在空气中，就算后面要查，也是无迹可去。怎么查也不过是正常的快胃型罢了，真真正正的死无对证。刘姐姐，求你救救他！他已经脉弱如此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一直在，你为何还要救我？因为我和你一样，我们都是被宋书玉肆意玩弄的人。我们不过是想过好这一生，却被他肆意利用后再丢掉。
我们互相残杀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是啊，我本应该做一个救死扶伤的义女，却被宋书月蒙蔽了心智。妄想赖着侯夫人不向上爬。我真是罪有应得。别说了，真正该遭报应的人是宋书玉。他早年小产后不宜有孕，便想利用我生下孩子，再驱母留子。见行不妥，便找来了你。一定要想办法扳倒他。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恶。这是我家祖传莲香吧？你要用到妈妈，柳曼曼的死，府里可查出什么吗？宋书玉这招倒是做得隐蔽，那封信上竟是些宽慰之语，毒药也早已挥发殆尽，实在是无计可许。我们若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是扳不倒他的。这是柳曼曼临死前留给我的，我可知这凝香丸是何？你可知这凝香丸是何物？我曾听闻柳氏有一位灵验十足的家传秘方，便是这凝香丸。据说它可以强力催孕，让难以有孕的女子怀上孩子。可既然柳曼曼带了这药入府，她跟宋书玉关系又那么好，为何不给她用啊？我猜应该是这药性太猛烈，有极大的副作用。至于是什么副作用，我要回去查一查典籍。也好，柳姐姐，我有个主意，虽然冒险，但可以试一试。你确定？双儿，今日来，我有2桩喜事要告诉你。什么喜事啊？让侯爷这么高兴？祖母应允了，感念你的细心和孝心，让你做我的侧夫人。真的吗？可是夫人一向重视出身，而我……这就是我要说的第2件事。你父亲甄长远的案子，皇上已经下旨重新彻查。我父亲之前一直说自己是被陷害的。侯爷，难道是你？你对我一片真情，我对你亦是。你父亲的案子，我之前一直觉得有蹊跷，因此我便找机会查阅了之前的卷宗，果然发现了蹊跷之处，所以我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的。谢谢侯爷。见过祖母。好孩子，快免礼吧。今日老身有一桩喜事要说与你们听。我去寺庙上香，遇到一位长老，他对我说，看我的样子，家中很快便有一桩极其祥瑞的喜事。我回来的路上，仔细一想，他说的一定是双儿的肚子，双儿怀的一定是个万分祥瑞的孩子。对不起，侯爷，并非是我故意骗你，而是为了复仇，我必须这么安排。太巧了，妾身也有一桩喜事想禀报老夫人，还有侯爷。昨个礼仪女来请脉，说是妾身的身孕可以看出男女了，妾身
怀的是个健康的男孩。太好了，双儿，恒儿，快把她放下！这女子怀孕呢，娇贵着呢，一切小心为上。刘医女最擅长牵经妇科，她说是，那便一定是了。可恶！那个小贱人，居然得到了老夫人和侯爷的宠爱，还被封为侧夫人。肚子里怀的居然还是个男胎，凭什么？那个贱人也配？夫人，那真灵霜狡猾细心，再加上侯爷格外优待招夫，怕是难下手。可恶！难道我就只能眼睁睁的看他生下嫡长子，踩到我头上吗？不行，绝对不允许！去把刘医女给我叫来。是。给夫人请安。你怎么回事？这么久，用不到下手的机会。夫人恕罪，是奴婢无能，但奴婢替夫人寻得一秘方，能助夫人一举怀孕。果真？快说，什么秘方？此乃秘药，凝香丸，是柳氏家传的秘方。奴婢是从吕曼曼的房间搜出来的，想必她是想获宠后自己服用。你做得很好，你妹妹的事儿我会写信问父亲，很快就有眉目。事到如今，居然还在骗我，小柔的头已经死在你这个毒妇的手里了。多谢夫人。对了，这药需要您和侯爷同房前提前服用，方可发生效力。可侯爷现在眼里只有真灵霜那个贱婢。夫人有所不知，这个药除了能够助力催孕之外，还能够使女子身上散发出一种味香，若是男子闻到，便有催情之效，所以名红显。这柳家不愧是名医世家，居然有这么厉害的秘方。夫人，您要早做打算啊！等本夫人顺利怀上孕，就会想办法让真灵霜那个贱人滑胎。用，我已经查到，这凌香丸除了能催情催孕之外，还有个要命的副作用，那就是致幻。你去把侯爷请来一起用膳吧。是。夫人，侯爷刚刚被皇上急召进宫了，目前不在府中。您看，侯爷，夫人，侯爷，真的是你啊！夫人，侯爷，我们一起去床上休息吧。夫人您累了是吗？那奴婢这就扶您回房休息。夫人您先休息。侯爷，
侯爷，水好热，好渴。侯爷，侯爷，你在哪儿？侯爷，侯爷，你在哪儿？夫人，侯爷，你认错人了，夫人，我不是侯爷。你终于来了，侯爷，你叫妾身好找啊。宋书玉，很快你就会尝到从天堂坠入地狱的滋味。夫人，你去把刘一女叫过来，就说我兴许是着凉了，身子有些不爽快。是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看来我应该先恭喜夫人，是与不是，一看便知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您确实是有了。想不到我真的可以等到怀孕的这天。知您相晚，果真是奇药。不过夫人，您刚有身孕，胎相未稳，且勿声张。毕竟真灵霜的贱婢，如今已经是侧夫人了。这我自然明白。给我安胎这件事情，便交由你负责了。是。给夫人请安。找个机会自行离开，否则本夫人断不可能容下。夫人，求您不要赶妾身走，我绝不敢和您争。你看夫人的样子，像不像我刚有孕的时候？怪不得夫人要赶我走，原来是自己有了身孕。可据我所知，侯爷最近从未留宿流霞院，那夫人的身孕从何而来？难道是？去查一查，看夫人最近和哪个男妓有过接触。不行，这个孩子绝不能留。这一切都跟你预料的一模一样。我把红花放在显眼的位置后，管家果然来偷了。管家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，一定会对这个孩子下手，根本无需脏了我们的手。很好，宋书玉，这次我们的恩怨终于能做一个了断。最后，还需要这个本不存在的孩子再助我一臂之力了。这本就是你为保住性命不得已才撒的。你放心，侯爷宠爱你，你迟早会有孩子的。夫人，
您现在有身孕，要多多进补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你别怪我心狠，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你我性命。夫人，您多少吃一些，就当是为了孩子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肚子突然好痛。您怎么了？莫非这饭菜里有毒？一定是那个贱婢要害我！来人呐！来人！把这所有的大夫都叫过来！再禀报侯爷和老夫人，这次我要那个贱婢死！快来人！快来人！夫人！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夫君救我！一定是这个贱人陷害我，在我的饭菜里下毒，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蠢货，你召集这么多人，无非是想害我，但你没想到，你这次会彻底作死自己。咱们的孩子，放肆！本侯得圣上之命，重查甄家一案，都多久没在流霞院了？你怎么可能有孩子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上次您明明宠爱了妾身啊！林侯爷，夫人确实是流产的症状，只不过并不是中毒，而是服用了杜仙用的红花。岂有此理！简直是荒唐！堂堂侯府夫人，竟然莫名其妙的怀孕，还流产了！给我查，彻底的查！回老夫人，这红花的味道浓烈，凡是沾染者身上一定会留有味道。好，那就将整个侯府的人，尤其是能进入内院的，仔细的给我盘查。奴才全招。夫人怀的孩子是奴才的，红花也是奴才下的，可这都是夫人勾引奴才在先的，求老夫人侯爷明鉴，饶奴才一命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夫人，您曾让我生下孩子后自行离开，可是您怎么能如此欺骗侯爷和老夫人？贱货！你自己做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，还想逼双儿离开？该滚的人是你！
滚！只要我还是国公府嫡女，我就不会走。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已经查出了甄家一案是被国公府陷害，就是国公府搞的鬼。我已经禀明圣上，你这国公府千金还能不能做得下去，还是未知数。哼！贱人，一定是你这个贱人害我！我跟你拼了！肚子，灵女，快！快点儿！双儿有什么事，我一定要你陪葬。女儿啊，你真是受苦了。侯爷肯为你做这许多，看来啊是真心待你，我和你父亲甚是欣慰啊。母亲，今天是女儿大喜的日子，可不行流泪啊。而且，咱们甄家沉冤得雪，爹爹官复原职，您更应该高兴啊。是，你说的对，这一切多亏侯爷彻查当年一案，才牵扯出国公府蓄意谋害甄家。说起来，那国公府千金，曾经的侯府夫人，如今如何了？她身为侯府夫人，却跟侯府下人勾搭在一起。侯爷不杀她，已经是对她额外有恩。流产后，她身子彻底虚脱，人也疯了。如今，她应该是跟国公府那群罪人在一起，在大理寺的牢里等死吧。大喜的日子，咱们不提这晦气的人了。这一对簪子是我出嫁时的陪嫁，如今给你添新装。当上了侯府的主母，你可要好好辅佐侯爷，侍奉好老夫人，争取啊，早点给我添一个小外孙。母亲，您又打趣女儿了。吉时已到，请夫人出阁。去吧，孩子。不是晚了，无需理我。爱过就像喝了烈酒，像一醉方休啊，梦秋。